第6次攻略开启，宿主外貌身份已重置。My home was cradled behind a closed door on fragile infection, that's for sure. 这个火，我答应过一个人，不再用它点烟。我是周金旭的朋友，他今天心情不好，我替他跟你道个歉。你是他朋友？其实我跟他也不熟，要不加个微信？我觉得对你更感兴趣。不是。不是什么？哎，帅哥，还没加微信呢。被人下药了，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靠发生关系才能解的药。如果你怀疑自己中招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报警，而不是随便找个男人。开个玩笑，不用那么认真吧？你是谁？重要吗？你来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找人玩吗？5分钟应该能解开，自己慢慢玩吧。哎，你回。攻略目标程星野是周金旭的哥们儿，攻略难度似乎比周金旭更高。程星野总是跟周金旭在一起，趁周金旭发现我之前，必须尽快接近程星野。系统，你答应我的事情真的能做到？当然，只要宿主完成攻略。我知道了。大妹子，给哥几个玩玩。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有你多管闲事，人模狗样的装什么霸总？你有人给我等着，给我打电话摇人。快跑啊！周金旭，给你的。
周金旭，你不是吧？跟小学妹多好啊！你要不乐意，我可截胡了啊！同学你好，我叫陈新野，不过你别追他了，追我很好追的。老实点，站好。我从不打女人，今天别逼我破例。赵佑恩同学是我罩的，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放心，今天你不用破例打女人。好，别跑，站着，跪！那个下午，陈星也攥着我，逃命般的穿梭在城区的小巷子里。被抹掉的慌张，我想抬头暖阳春草，你给我真的拥抱。我想踩碎了迷茫，走过时光，睁开眼你就会听到。我想走进有你有你信命吗？我昨天算了一卦，卦上说我今天晚上会遇到我9世修来的正缘，他将临危不乱救我于水火之中。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我不信命，是吗？那从今天开始，你不得不信了。我叫宋芝，宋朝的宋，栀子的栀，你可一定要记好了，我们很快会再见。陈星野，28岁，声音律所的创始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老师，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流的政法大学。毕业后进了法院，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法官。之后从体制内出来，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诉讼风格很辣，有超过300场的连胜记录，可以说是让整个宏村律所都头痛的存在，人称法界魔王。可以，就按照这个来。攻略目标出现，开始计划第一步，进入成因。方舟的专利侵权案还没有新线索吗？好，知道了。方舟是老牌燃油车企，正在积极转型新能源，只是步子迈得太大，新能源还未站稳脚跟，就急推无人驾驶技术，想抢占网约车市场，动了别人的蛋糕，自然遭人眼红。是你？内部消息，号称被侵权的2个专利持有者，其实另有他人。说吧，什么目的？爽快。这是我的简历，我想应聘成因律所程律，也就是你的律师助理。你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都不错，不过什么？这个职位对应聘者的学历有要求，至少是法学硕士。宋小姐，
你刚大学毕业？系统。宿主，数据分析，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闭嘴。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是绝对有能力应付这些的。你信我，你的选择不会错。宋小姐，我不喜欢你，也不会喜欢你。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接近我，大可不必。我叫赵佑恩，我攻略了周金旭5次，每次都以不同的身份，只要让他爱上我，可惜从来没有成功过。你的喜欢真的很廉价，赵佑恩。你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所以别再重来了。希望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周金旭，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嗨，谁会爱上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攻略失败后，系统会将我抹杀。从一开始的爱意泛滥，到后来的患得患失，我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像一具孤独游走在这个世界的行尸走肉。我心里长满了野草，荒芜又寂寥。可悲的是，这种日子会无期限的延续下去，永远没有尽头。这次，我选择自己结束。判定攻略失败，系统开始重置该世界所有关于宿主的外貌记忆。开启下一次攻略，攻略名额新增一个选项。攻略目标为周金旭或程星野，宿主是否需要更换攻略目标？程星野。宿主是否确定更换攻略目标？确定。有些人，你以为会纠缠一辈子，却在某一刻擦肩而过，互不相识。而命运会让对的人穿过迷雾，找到彼此。出了点意外，会议照常进行。宿主，面试失败了，以后接近程星野难度只会更高。找到了。你还有心情看小说？我在等人。在找我？程星野。你是？哦，我们同一所大学的，我是法律系的张晓，小你2届的师妹。啊。魔王，你追连载了？
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我是说，这本书挺好的，看过的人都喜欢。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不好意思啊，我记得你以前性格很开朗的，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有人告诉过我，困难是无论你做还是不做都会过去的事情，所以你不用怕。陈星野同学，加油！我突然读懂了小说里常常描绘的男主身上的木质像，若有若无，像阴天的冷杉，也像冬天的雪松，不热烈，不疏离。嗨，又见面。嗨，又见面。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如果我说是缘分告诉我的，你信吗？宋小姐，每次见面你好像都会问我一个信不信的问题，所以程律还是一样的回答。没关系，我说过的，总有一天你会信的。昨天你哭了。怎么？想负责？你就不想知道我接近你是见色起意，还是别有用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很感谢你。感谢？感谢你的关注和认可。不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抱歉。系统，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居然不知道？宿主，资料显示他没有女朋友。陈星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不要骗我。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就好。那既然你喜欢他又没有在一起，说明你暗恋他。那你可以暗恋他，我也可以暗恋你。你早晚会放弃的。老板，结账。小姐，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替您结过了，他说是当做之前失言的道歉。虽然变冷淡了不少，但骨子里的教养一直在。赵有温，你是认错人了。认错人了？赵耀恩，我说过，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不管你这次做什么，都是无用功。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宋芝，不叫什么赵有恩。我在成阴见到的人就是你吧？学聪明了，想曲线救国，然后从我身边的人下手。我告诉你，没用的。程星野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比我更厌恶欺骗，所以我劝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想，我以前不认识你，以后也不会认识你。赵有恩，我不会让你成功的。周京旭是因为这颗痣认出我的。系统只能修改置换关于宿主样貌的记忆。你攻略了周京旭太多次，他对你已经很熟悉了。
根据这几次接触得到的数据分析，攻略目标应该不喜欢太主动的女人，请宿主制定下一步攻略计划。我跟程心也虽然不是特别熟，但也接触过几次。难道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所以性格变了很多？之前光顾着追周京旭，没怎么了解过他。要是知道程星野喜欢的人是谁，应该有助于提高攻略成功的几率。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当初的我一样。宿主，攻略目标出现，距离15米。哎，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刚才他那个动作绝对是故意的，难道他喜欢这个女孩？你自己来了。还说什么有喜欢的人？搞了半天就是拒绝我的借口。难道他喜欢甜美类型的？自己来了，喝一个。这些女孩刚才不都撩过周京旭吗？这程心也是有什么毛病啊？专挑追过周京旭的。没想到他私底下是这样的人，亏我还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宿主，周京旭发现你了。有人在追我，帮帮我！对不住了。程星野，还以为是什么痴情种，不都是男人？走了。谢谢你帮我。你认识周金旭？我和他之前谈过恋爱，后来我把他甩了，他就对我怀恨在心，死缠烂打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怎么没听说过他还有前任？你当然没有听说过啊，他被人甩了这么丢脸的事情，当然不会大肆宣扬。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你要不想碰见他，赶紧走吧。哎，你的遥遥领先，挂。
没事，我还有备用机。哎，不行！你帮了我这么多，我怎么能恩将仇报呢？你这个手机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不用了。不行，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人人情，不然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行，手机用了1个月，打个8折，2万，谢谢。哈，还真是个好手机。收款嘛，2万，都不能加个微信吗？不能。你不想赔啊？那就算了。赔，要赔。微信收款2万元。系统，我现在不得不相信你说的，程星野比周先旭还难搞。系统，你到底懂不懂男人啊？下次给我安排身份之前，能不能有品位一点？我哪知道这些男人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只能怪你遇到的攻略对象都是奇葩。计划第1步就失败了。依照程星野的态度，想要进入成阴很难。谁说我失败了？这个班呢，我上定了，他不让我进，我就换条路走。换什么路？这是我根据委托人要求拟定的离婚协议。净身出户？什么净身出户？我去你大爷的！这个婚不可能离。离婚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咱们调解调解，本来就是件小事。小事？你的委托人不懂法，你就有义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性自由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属于婚内强奸。我强谁了我？她是我老婆，我想怎么睡就怎么睡。怎么，法律还能管到我家床上了？我不愿意，是他强迫我，他还打我。谁家男人不打女人？我惯着你！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分居达到2年就可证明婚姻已实质破裂。就算没有拿到离婚证，在此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行为，就可按强奸罪论处。我作为职业律师的建议是直接起诉，但我的委托人顾及夫妻一场，不愿意闹上法庭，才同意私下调解，协议离婚。普法就普法，那么大声干嘛？吓唬谁呢？我就不离。程律，请注意你的态度。虽然他们夫妻双方长期分居，但婚姻关系仍然存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婚内强奸。想要证据？我的委托人因常年独居，所以在家里安了监控。事发第一时间就按照我的建议去医院做了关于性侵的检查，并保留了报警回执。这怎么？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趣，就算把我告到法院，我也不离。喂，那个，我现在在忙。想顺利离婚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想顺利离婚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什么？别说话，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装作紧张害怕的样子，每隔3秒偷看对面一眼。现在做成为难的样子，然后说一句只能这么办了，之后挂断电话，告诉他你不离了。什么？放心，你听我的，我保证10分钟之后你就能达成所愿。只能这样了。陈律师，这个婚我不想离了。你确定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没有，我就是突然不想离了。我去上个厕所。看吧，我都说了是件小事。看来程律打惯了商业大案，接这种法律援助的小案子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陈律师，其实我要离婚，立刻，马上！我要离婚，立刻，马上！你怎么回事？不是说不离吗？那是之前，现在我1分钟都等不了。我不想离。谁问你了？不行，现在就去民政局。离婚冷静期还有1个月。想离，先把离婚协议签了，你觉得呢？如果他愿意净身出户，也不是不行。签就签。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知道你们这些律师在想什么，是该转移的财产我都转移，就算法院判我强制执行，大不了我当个老赖，不就是限制高消费吗？想花钱我还能花不出去吗？到时候你1分也别想得到。想当老赖？好啊，比起离婚官司，我更擅长于跟老赖打交道，不需要等到法院强制执行，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把该给的都给了。你想干什么？你可是个律师，不能干违法的事儿。你想多了，违法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做。不信，你可以试试。程律的专长不是婚姻法，而是民商法。他要是想要一个人的债，你就是在吐鲁番，他也能给你翻出来。还离吗？离，当然得离。走快点儿，不知道民政局5点下班吗？现在是上午10点。程律，运气真好。确实，我也这么觉得。好久不见，喜欢我送你的见面礼吗？你做了什么，让他态度大变？事发之后，他想办法在他老婆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监听并录音了他所有的电话。姐，这次炒股都亏进去了，连你的那份也没了，我们已经破产了。什么？哎，你不用怕，之前借的高利贷我会帮你打好招呼，到时候就让他们去找姐夫。听我的，先稳住，千万和姐夫别离婚。他的钱大部分都是在你那儿，怎么算都是夫妻共同债务，他跑不掉。你是怎么知道他在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又是怎么让他接收到你合成的假录音的？当然是靠系统啊，有金手指不用是傻子。雕虫小技，怎么？陈律喜欢我送的见面礼吗？你这是非法取证。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律师，你还需要谨记律师的职业操守。我知道了。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逻辑思辨力，善于变通的应变力，这么优秀的人才，如果是因为我的私人原因错过，是我的损失。欢迎加入程英。
谁会爱上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赵有恩，你全身上下就写着4个字：一无是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很感激你。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逻辑思辨力，善于变通的应变力，这么优秀的人才，如果是因为我的私人原因错过，是我的损失。欢迎加入传言。就算是讨厌和拒绝，他也没有贬低嘲讽过我。本来还想着，如果我进入不了成瘾，就用周金旭的事和他做交换。现在看来，是我小看了他的格局和心胸。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我都在，只要我报警告你敲诈勒索，你的人生就跟我一样毁。这些明明都是你引导我做的，你想污蔑我？是又怎样？你为了你姐姐欺骗我的感情，害我失去工作，又让我在业内名声扫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就破罐子破摔，怎么了？是你插足我姐姐和姐夫的婚姻，我没错。你以为自己很正义吗？我贪财，你姐夫贪色，我们各取所需。倒是你欺骗我的感情，你比我更下贱。我今天就让你进局子！你放开！剧情推演而已，不用那么认真，小心点。所以当事人是在和对方推搡的过程中导致手腕粉碎性骨折，头部受伤并产生休克。当事人以为自己误杀了他，所以才去自首。好在人及时抢救了过来，不过因为没有及时就医，脑部还是受到了损伤，具体结果还是要等伤情鉴定报告。重点是怎么定性？故意伤害和过失伤害量刑差距可就大了。当事人是在感到威胁的情况下，处于恐慌抢夺手机导致的意外，并没有主观侵害意图，事后第一时间自首。没有及时叫救护车，是因为缺乏医疗常识。当事人误以为对方已经死亡，等待伤情鉴定结果，尽量争取按照过失伤害来辩护。如果换作是你，被人故意接近，骗取感情，你会恨那个人吗？我攻略失败，击垮全网。您的外卖到啦！那个，我的外卖。师傅，是我点的。哎，大妹子，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大家都是996的工人，记得给个好评哦。好的，知道了。我给你也点了一个。谢谢。哎，对了，你刚才这样，是怕……你的履历并不符合程英的招聘要求，合格录取，难免会有些风言风语。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吗？我还以为程律师怕这些风言风语被喜欢的人听到，徒增误会。生气了？没有，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说的挺对的。
你是怎么想到攻略失败吃垮全网这个 ID 名字的？想知道？其实呢，有2个原因。这第一个嘛，是因为我喜欢看攻略系统玩；第二个嘛，是因为我有隐藏的身份，我是攻略者。你是攻略者？没错，我跟系统达成了交易，只要完成他布置的攻略任务，就能完成我的愿望。你就不想知道我的攻略任务是什么吗？是什么？我的攻略任务是……这种鬼话你也信啊？你打了那么多案子，为什么还这么单纯？不行，我得给你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PP。很好笑吗？我吃饱了，慢慢吃。我也吃饱了。宿主以小见大，由此可见，攻略目标是个高素质的人。闭嘴！好不容易的独处机会，哎呦，逗他干嘛？这儿不好打车。对，我现在就在排队等车呢。那要不然你送我？有驾照吗？啊？有驾照吗？有。明天记得还我车。那你呢？我家步行10分钟，明天见。他居然让我自己开车回家，你敢信？宿主，看来程星野对你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他把自己的车借给了我，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在我还车前，我们在法律上都会被视为一体，只要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他都必须要和我一起连带责任。都这样了，他都把车借给我，他对我应该是有点好感的吧？有时候乐观也是好事。宿主已经顺利进入成因，下一步攻略计划是第2步，搞清楚他的白月光是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祝我们团建成功！来，干一杯！哎，小宋，你别工作去啦！难得程律破费给我们团建，你也来一首。是啊，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我五音不全，你怕什么？有人给你垫底。来一首。那我就唱一首。那你唱什么？我给你点。A Thousand Years。OK， 等我。
Heartbeat fast, 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to fa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 竟然敢放我们鸽子，我去把他找回来。算了，别浪费200块包间费。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to fa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听说他爸一个高空坠物送过来，当时的人一直没找到，抢救了1个星期，人还是没有。他妈因为受不了刺激，当时就昏倒了。他好像是在法院工作的吧，挺好的孩子，哎，真是太可怜了。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虽然我五音不全，唱不好它。人活得越久，就会有越多遗憾。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我们不得不勇敢。这是我老师的联系方式，他是国内最著名的民事案件律师，经常提供法律援助。你去找他，他肯定帮你。你是陈星野，你别怕，无论你做不做，困难都会过去的。里面有我所有的积蓄，一共30万，用它去做 DNA 检测，希望能帮你找到凶手。不用谢我，就当是我的临终礼物。YE I will love you for 1,000 more。你还真五音不全。哎呀，我去上个卫生间。朱月，给你点酒。你认识周金旭？我和他之前谈过恋爱。我怎么没听说过他有前任？我的妻子是见色起意，但是别有用心。是谁？重要吗？是因为我有隐藏的人，我是公园。不好意思啊，她是我女朋友，她喝醉了。你怎么证明你是她男朋友？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她叫赵甜甜，23岁。今天是她生日，一高兴酒喝多了。还有什么问题吗？系统，你确定你不认识他是吗？不认识他。我需要确认他的身份。
报警！旧社发现可疑男子疑似拐卖妇女，他报应该有电话，通知家人过来接一下。好，我知道了。我终于找到了赵云你知道我真的爱你。医生都说没什么大问题，养几天就好了。但是会痛。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旷工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给你放几天假，你在家休息好了再去上班。对了，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工作联系。哦。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有事随时联系。什么情况啊？到底是他攻略我，还是我攻略他呀？宿主，我只是掉线了那么一会儿，你们就已经进展这么快了？你那是掉线一会儿吗？你那是掉线了1个晚上。所以我错过了什么？之前还以为他很难搞，想不到这个程星野这么好攻略。看来我们这次终于选对人了。24小时不能碰水，早点休息，晚安。晚安。谢谢你的关心。Taking out some coffee with red milk. Settle down at Riverside. We my favorite tune. You don't know, babe. 我下着才能。Every part of my word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Let you know every piece is of me. So brave, like the girls cry, like the ache that we used to share. Everything that I like, babe,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babe. When we talk, baby, we see the sun. 程总，你有没有感觉陈月今天跟平时完全不一样？我进律所3年了，都没见他笑这么开心过。他心情肯定很好，居然都没训我们。这是一下飞机就直奔公司，连家都没回。新来的实习律师呢？你说宋芝啊，他去楼上找方舟集团的法务沟通一下之前侵权案的情况。谁让他去方舟的？他分给李律师带了，李律让他去的。以后他给我带。赵有温，怎么又是你，先生？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了，你到底想干嘛？你以为你去成荫上班的事情我不知道吗？周金旭，你查我？你就这么讨厌我？终于肯承认了。放心吧，我不会再纠缠你。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以为我还会信你？我确实是攻略者，之前的攻略目标是让你爱上我，现在任务已经失败，我不会再攻略你，你放心吧。什么意思啊？你要换成别人？就是字面意思。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你终于可以甩掉我这个讨厌鬼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放开我！没听到他说让你放开吗？程星野，这件事情跟你无关。怎么会跟我无关？他是我公司的员工，他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找我。他是你员工又怎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你前女友。我知道他是你前女友，那又如何？谁还没谈过几个渣男？他既然已经把你甩了，作为男人就应该当做自己已经死了，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你和我，你是我前女友。那个，我没解释。我第一次听说，自作多情也算谈恋爱啊。你确实欠我一个解释。疼，我的手。你还想再进一次医院？方舟是你们程英最大的客户，你这样得罪客户不好吧？客户？我看你口罩之后有点脑雾啊。程英和方舟的合作，投反对票的那个人一直都是你。还有，友情提示，你再这么纠缠下去，马上就要吃到自己的瓜了。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没事儿。可是方舟是我们的大客户，要是他因此迁怒程英，那我，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在我们的合作里，方舟从来都不是必要的一方，所以以后见到他，把腰杆挺起来，不要丢了我们程英的脸。嗯。其实我不是周金旭的前女友，我骗了你，我只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罢了。他说的没错，是我自作多情，对不起骗了你，你一定对我很失望。你挺闲呀，还有功夫胡思乱想。回去准备一下，跟我出差去。出差？出什么差呀？去哪儿？去多久？我需要准备什么？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It's been a little bit lonely these days. Keep coming by slowly. It's such a shame not having a friend to call my name. Oh, I 开车去怀川要3个多小时，我已经让行政订好了酒店。酒店呢，离法院只有10分钟的路程，我们应该不会迟到。走吧。 just waiting for something as far. Then you came through. 你该不会是想帮我系安全带吧？你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我充分的尊重且相信你的自主动手能力。最近无脑剧看多了，想多了。是吗？你坐一个异性的车，如果他主动帮你系安全带，通常意味着他要不觉得你是个傻子，要么就是认为他这种行为可以彰显他为数不多的男性魅力。这种自然的将女性地位放低的人，很难学会尊重别人。哎，那你跟女朋友逛街，你帮她拎包，也是在弱化你女朋友？问题不在于包，
而是在于我这么做是他希望的，还是我自作主张，帮他决定的。再有，我没有女朋友。早餐。怎么了？要不你还是坐到我后面吧。为什么？根据去年的交通事故统计，坐在副驾驶上的事故死亡率达到52.1%，而事故死亡率最低的就是驾驶员身后的位置。Come back tomorrow. Come back anytime. I'll be around here. 喝水。谢谢。还有1小时的路程，避免疲劳驾驶，降低事故率，剩下的路由你来开。啊？我观察过了，你车开得很不错，算是个老司机。我可真是谢谢你啊！你不是说副驾的意外率是52.1%吗？对啊，我又不怕死。石头，他是不是在讽刺我啊？不用怀疑，他就是在讽刺你。好好看路，我的命现在就握在你手里。到了，程律，程律，相信自律自己的脸，当越靠近越看不见，本以为是苦是甜，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当风景看一遍，心在离别前荡起秋千，你只能只身后说抱歉，如今走到了再见，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宿主，难得2个人出来一趟，宿主不能错过机会，别忘了你的攻略目的。我知道，什么都不如攻略成功重要。哎，你说，要不我先去找他，想办法留在他房里。孤男寡女，干柴烈火，我就不信他陈升也是什么圣人，要为他的暗恋对象守节。
hung high and dry, where no one can see. If there's no one to blame, blame it on. 哦，我房间的淋浴坏了，酒店的人说明天才能修好，房间又满员了，所以想借一下你的淋浴间。啊，好。很快的。Is it all okay? Like a mountain like this. I can't believe it's always like this. I'm not home. I'm not home. Oh, you wasted. You wasted all. 当有人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或许就是爱情来的时候。我好了，正好过来加班吧。加班？方舟的侵权案明天就要开庭了，我们把开庭的攻防重点最后梳理一遍。那我回去拿个资料。不用。资料我这都有，过来开始吧。这个专利侵权案前后已经打了1年半，一审败诉以后交到了程英手里。现在2审开庭，终于找到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证据。这个我之前整理好的资料。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原告指控我的当事人方舟集团侵犯了汽车专利，但事实是，原告并非这项专利的真正所有者。这项专利的所有者因外籍身份，曾经委托原告行使国内的代理授权，但授权早已撤销。原告故意隐瞒，并以此牟利。根据专利法第19条规定，专利代理机构被撤销资质后，原代理行为无效。原告的主张不过是想利用法律程序来干扰市场竞争的行为。基于以上，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知识产权法的核心是为了保护那些真正的创新者，而不是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漏洞谋取不当利益的人。综上所述，原告方的诉求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支持，
因此，本庭认定原告二审主张不成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创新，而非成为市场竞争的工具。希望本案的判决能够为更多的类似案件提供参考，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按胜诉了，要不要吃个好中餐？我敬你一下。我请客。陈大律师啊，让你张阿姨在怀城帮你订了一家私家菜馆，说是环境好，味道更好，别老顾着工作，一定要去尝尝啊。带你去个地方。早晨，阿姨说你会过来，我还不信，你小子还真来了。你跟我妈唱双簧呢？阿姨也是为了你好。听说我们律师协会会在怀城给未婚适龄的单身男女组织联谊，让我务必给你报名一个，你就当交个朋友。程律，这是相亲局啊。老陈，这位美女是谁啊？不介绍一下？你好，我是程律的实习律师，我叫宋芝。宋小姐你好，正好顺便给你师傅好好物色一下师娘。胡说什么呢？人齐了，咱们就点餐吧。来，请坐，请坐。我接个电话。到了，怎么样？小姑娘都很漂亮吧？我看过照片了。妈，下次再有这种事，您可以直接跟我说。告诉你什么？跟你说实话，你会去？老大不小了，有些事情该放下了。人活着要学会往前看。我什么时候回过头？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您相信我，这把如果我赌赢了，您担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听你的意思，是有人啦？那个小宋，你师傅平时是不是特别多人追啊？肯定啊，人家程律师长得又高又帅，能不抢手吗？你们还真是肤浅，这脸再怎么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肤浅？难道长得丑就能当饭吃啊？程星野在业内可是有个魔王的称号，他做律师以来胜率就一直居高不下，可不比那些歪瓜裂枣强多了。你说谁歪瓜裂枣呢？哎呀，别吵别吵，大家呢都很优秀。当然，我们家程律条件确实不错，也蛮多人追的。不过他这个人吧，是个工作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宋小姐长这么漂亮，又是单身，这程律师不也没兴趣吗？我看你们几个还是放弃吧。他只是一个实习律师，程律怎么能看上他呢？这话说的没错，你程律的条件选择太多了，光漂亮也没用。小宋，你别误会，我们不是说你配不上。我刚跟校友打听过了，听说陈星野上学的时候有个青梅竹马，对方后来出国了。他这些年一直单身，就是在等他的小青梅回来呢。小青梅是不是真的？陆莹，你说说看。对啊，我也想知道。这个说起来别复杂了。之前在时光我帮了你，是时候还人情债了。老陈，你说你来这半天了，招呼也不打一个，介绍认识认识。我是被陆莹骗来的。
因为一直单身，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很担心我。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一直有暗恋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一直有暗恋的人。我喜欢了他很久很久，每当我想伸手抓住他的时候，他就会消失不见。我想了好多办法，在他有可能出现的地方等待、寻找，等待他有一天能够看到我。是那个传闻中出国的青梅吗？我已经找到他了。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哎呀，原来你暗恋我，早说嘛！早说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好年轻。落日晚晴，就像一个太大的芒果，淡黄的好心情，晚霞几缕，散发着诱人的水蜜桃色。宋小姐，我们想道歉是吗？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们不知道宋小姐是你喜欢的人。你们因为她实习律师的身份，觉得她配不上我。但据我所知，今天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什么大富之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再通过司法考试，从实习律师一直努力到现在，终于可以独当一面。看不起实习律师，就等于看不起当年的自己。宋芝不仅聪明有才华，而且内心坚韧，漂亮只是她众多优点之中最微不足道的。是我才需要一直努力去匹配她。是我们以貌取人，说了失礼的话，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的道歉我接受，不过你得换一个理解方式啊。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办到。走吧。你跟他说点话。女生之间的小秘密。金旭，你看朋友圈了吗？朋友圈？什么朋友圈？朋友圈都在传，程心也脱单了，听说找的是他律所的实习律师。你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倒好。视频我发给你了。喂，你要是再不回来，程星野就要被人抢走了。不攻略我，换成攻略他。赵有恩，你是甩不掉我。
唉，行李都没放就回公司加班呀？干我们这行，你得习惯。笑什么呢？为什么？我看看。你用自己手机看呗。野哥，你脱单这么大的事情，我居然是在朋友圈知道的，你不爱我了？解释一下。怎么样，都发出去了吗？我让我大学校友发到他们同学群里了，里面不少人都认识陈星野。你呢？我给认识的同行都发了。务必要让每个认识程律的人都看到，人手一份，知道吧？这是小宋交代的任务，大家都帮帮忙。陆阳，你不是程律的发小吗？你给他每个同学群都发一个。不用了吧，这辐射面已经够广了吧？不行，这是我将功补过的机会，帮一帮嘛。任陈律脸上写着他超爱3个字好吗？搞不好他巴不得大家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呢。也对，让我发了。坑完人就想跑。哎，我就是随便一说，我没想到他们这么认真。你随便一说，我的清白没了。哎，是你让我帮忙还你人情的。我让你还我人情，我没让你占我便宜啊。我占你便宜？哼，是谁说的？我不仅漂亮、聪明、有才华，性格还坚韧不拔，是他需要努力才能匹配的人。怎么说也是你占我便宜，不是吗？好，那接下来怎么解决？这样吧，我好人当到底，假装当你1个月的女友怎么样？1个月？到时候再分手。嫌长的话，半个月也行，太短了对你不好。好，就1个月。恭喜你脱单，男朋友。谢谢，女朋友。方舟侵权案的检验资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先归档吧，我会再沟通，看是否反诉对方损害方舟的名誉权，要求他们进行相应的赔偿。好，那我去准备反诉需要的资料。有事儿？今天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在拐弯抹角的问我们的关系。所以你怎么说？我什么都没说呀，咱俩还没对词儿呢。万一我哪句话说的不对，给你惹麻烦了怎么办？宋真，做你男朋友是你提出来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不是怕给对方惹麻烦的关系，而是可以互相麻烦的关系。你的意思是让我依赖你？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都站住！朋友圈的小视频都看到了，所以我的瓜好吃吗？好吃。老大，我们就是觉得你一个老光棍儿，传点绯闻就算了嘛。人家宋芝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又被人恶意造谣，这以后该怎么办呢？
职场险恶，现在对女职员造黄谣蛋子太多了。我昨天才刚接了一个。是啊，人言可畏。小宋才进咱们律所，就碰上这儿倒霉事。你说谁这么缺德，把他跟程律凑一块儿？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你们还真是让我失望。来，宋芝，顺着他们的思路，给他们讲讲这个瓜应该怎么吃才吃得明白。第一步，尽可能的收集资料，保存证据，查证信息来源。第二步，将视频移交给技术人员鉴定，确保其真实性。第三步，如果视频是假，则整理好所有证据，辅助当事人准备提告；如果视频是真，和当事人确认是否为偷拍，未经同意传播他人隐私，起诉其侵犯隐私权。所以，我们该执行哪一条呢？视频是真的。我们律所没有未成年吧？是没见过办公室恋情吗？程律谈恋爱确实是头一回见。他是律所里的实习律师，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该做的还会继续做，你们不用有什么负担。行了，瓜吃完了，给我个面子，别让人小姑娘难看。我想起来我结案报告没写。委托人，对我的处理结果满意吗？凑合。赵佑恩，你不觉得欠我一个解释吗？该说的我都说了。周金旭，我不会再攻略你，不是以退为进，也不是欲擒故纵。在我的眼里，你是一条忠犬。那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一个又聋又瞎的傻子是吗？赵佑恩，我看得见，也听得清。我知道你没有撒谎，你确实不会再攻略我了。你现在的攻略目标是程星野，对吗？我的攻略失败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再说了，我跟你现在是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刚说你没撒谎，你就打我脸。换个人攻略，没几天就官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要成功了？我告诉你，不可能。因为程星也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人，那个女孩你也认识，她就是蒋一瑶。是他？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蒋一瑶，就算他对我没兴趣，我也绝不会退而求其次，去将就选择你。赵有为，你和他比什么都不是。程星野的妈妈是蒋一瑶的家庭教师，我和他都非常喜欢蒋一瑶。他是竹马，比我更亲密。我们都在等他回国。对于他来讲，你只是一个消遣而已。拜托你醒一醒吧。他蒋一瑶是你的白月光，朱砂痣，我是范栗子蚊子血，我不如他。但是程星野好歹愿意给我一个机会，不是吗？你自甘堕落的样子，真的让人生厌。
你不是一直不屑于理我吗？之前不管我怎么努力，你看都不看我一眼。那你现在这样，是在做什么？程星野，你忘记你一直爱着那个人了吗？你不是说，为了他可以前途尽毁，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么伟大的爱情，现在变得这么廉价了？随你怎么想，他是我的底线，请你不要越线。你没事吧？没事。你说过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人，和他说的是一个人。我只喜欢过一个人。那我们这样，你不怕他吃醋吗？会吗？我觉得他应该挺开心呀，只要他愿意，做什么都行。你对他很感兴趣。我只好奇，这个人有多大魅力，能让我们程律爱得这么卑微？他值得。好了，知道你喜欢他，喜欢的无法自拔，不想听你秀恩爱。走了，再见。啊，我都换攻略对象，怎么今天还是同一个人啊？宿主需要调阅蒋逸瑶的个人资料吗？调什么呀？早看800遍了。比起程星野，我跟他更熟。还以为这次会很顺利，结果还是一样。哎，你说我之前追周星旭的时候，他就是怎么都跨不过的一道坎，现在好了，那道坎直接平移过了。宿主，你别那么悲观，也许程星野会不一样呢。是不一样，看他这样子呀，比周星旭陷得更深。哎，不过嘛，我也能理解，我也喜欢蒋逸瑶，聪明漂亮有涵养，家庭条件优渥，却一点都不骄纵。你这么快就认输了？那不能够啊！程星野一看呢，就是在玩暗恋，蒋逸瑶搞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趁他们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之前，我要抓紧截获。睡了吗？干嘛？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手说快了，你是不小心点错了吗？一三一四，一生一世。一三一四，一生一世。你说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没错，这3个分别是下个案子的加班费、车马费和调查费。过几天和我去一趟瑞安山，
实地走访取证一下，因为安全措施年久失修导致的游客受伤案。哼哼哼。我会把需要的清单发你，买完记得开报销发票。报销报销，大晚上的，周扒皮都没你会算。当事人以游客的身份来到瑞安山景区游玩，却因为景区内的安全措施年久失修而意外摔伤。按照现行法律，从哪几个方面切入比较合适啊？这个案子适用的法条涉及民法典、安全生产法、旅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据我所知，瑞安山10年前就通过招标确认了管理公司，所以管理公司对园区有安全保证义务。只要我们确认当事人的伤是因为设施陈旧导致的，管理公司应当承担法律义务。现场照片还有医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都有保留，证明事故确实与景区内的安全措施年久失修相关。我们到时候现场勘查，再仔细评估一下案件胜诉的概率和赔偿金额。怎么了？上次的伤还没好啊？没有，就是最近没有好好休息。走吧，我们先去景区的露营地休息，明天一早就回去。程星野，程星野，星野哥，这么巧啊！我说你怎么微信不回的，电话也不接的，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们了。你们怎么来这儿了？露营啊，周新区惨的局。再说了，蒋一瑶也回来了。程星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你们先玩，我们先走了。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这是嫂子吧？你这不介绍认识一下？星野哥，你那小视频我们几个人手一个，你就别光顾着谈恋爱了，也介绍嫂子给我们认识认识呗。你好，我叫蒋一瑶，是程星野一起长大的朋友。你好，我叫宋芝，是他律所的实习律师。哇，星野哥，你们律所招聘都是看脸的吗？怪不得把你迷得5迷3道的，这才几天啊就官宣上了。嫂子，要不然来我们林氏当法务吧？星野哥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给你，怎么样？你小子，欠收拾了吧？跟人说话尊重点，别嬉皮笑脸的。星野，这些年过得好吗？还可以。你是不是还在记仇我瞒着你们出国的事儿？你想多了。那既然是我想多了，为什么他们去年跨年夜都去法国看我，你没有去？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跟别人一块去放樱花去了？那还真是挺重色轻友的。我想起来了，去年星野哥在跨年的时候发了一张和一个女孩玩仙女棒的视频。哎，虽然背景不咋地，但还是挺配的呀。话说，这个女孩呢？你和她谈了没啊？去年跨年夜和程星野一起放烟花的不是我吗？我记得去年跨年夜，周金旭还约了人在瑞安山，后边为了易遥，也水了人鸽子。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陈星野，周金旭有事来不了了，让我过来送你回去。正好看到卖仙女棒的，顺手买了点，一起放完吧。这么多，你喜欢这个？呛着了。不是，是香烟的味道，我不喜欢。我小时候总是咳嗽，我妈带我跑了好几家医院，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我爸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差，我就不怎么咳了，才知道是二手烟导致的。虽然我爸对我戒了烟，但从那之后我就不怎么喜欢烟味儿。周金旭也抽烟。你不喜欢烟，却喜欢周金旭，是不是很可笑？他知道吗？不重要。为了喜欢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是理所应当的事。就像你爸，不也为了你戒烟了吗？你也说了，是对喜欢的人。两个人相处，沟通很重要，不能只是一味的付出。如果感受到任何的不舒服，应该及时告诉对方。这样，你把我当成周金旭，提一个要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以后不要用它点烟了，我不喜欢。好，我答应你。喂，你在哪儿？你说好了陪我一起跨年的。易遥那边有事，我要去一趟法国，刚下飞机，下次。周金旭，耍我很好玩吗？随你怎么想。还有，我们是什么关系？需要我再重复一遍？是你。
你没事吧？别怕，没事了。你把我放到前面公交站就行，谢谢。你知道哪有吃夜宵的地方吗？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度过一劫应该找地方庆祝一下，正好肚子饿了。来了，谢谢，我不饿。我一个人又吃不完，多浪费啊！我以为你很饿，结果你点这么多，却吃这么少，最后还是全进了我的肚子。还有啊，你不能吃辣就少吃点，待会儿胃疼。一会儿准备去哪儿？我当然是回家呀，我们都尬聊一晚上了，你不累吗？那我送你。谢谢你送回来。那个，我的手机。哦。走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的位置，于是忘了说。我又没有告诉他我的地址，他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曾问不愿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什么照片呀？你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给我看看呗。哎，人现任在这呢，这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对，估计就是场无疾而终的普通邂逅而已。小宋，你可千万别介意，咱们老陈这个人私生活绝对干净，就是年纪可能比你大一些，有一些感情波折也属于正常的。你要的照片。哎，是不是很配啊？是挺配。谁拍的？一个摄影博主抓拍的，我在他主页看到的，就把照片要了过来。我和陈星也认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他的女朋友。他外表看起来开朗，其实内心很孤僻，很难有人真正走进去。所以我一直在想，他会喜欢上什么样的女孩？今天见到你，我就懂了。那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漂亮，谈吐也很不错，最主要的是你很单纯，给人一种很纯粹的感觉。不好意思啊，我不是笑你，我只是想到某个觉得我有800个心眼的人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反应。这有些人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隐藏太深。好啦，难得出来玩一次，我一会儿还想去那边逛逛。小宋，你要不要一起？顺便帮我拍张照。
我拍的好，我来。人两个女生拍照，你凑什么热闹？好啊。好，看看，挺好看的，找你拍果然没错。人好看，怎么拍都好看。谢谢你，这话我爱听。那我要说点你不爱听的，你会生气吗？说说看。你把我支出来，是有话想告诉我吧？虽然我们刚认识，但是感觉好像认识很久了。你觉得我猜的对吗？你很聪明。其实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你。为我？我从小和程星野一起长大，可以算是青梅竹马。我感觉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喜欢我了，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条件差距实在太大了。他妈妈是我的家庭教师，我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你选择了出国，放弃了他。我的学识和教养告诉我，人不能太自我，一定要权衡利弊的活着，不然一定会后悔。我也一直遵照着这个原则生活。既然不能在一起，那就不要开始。所以我选择离开，去追寻我自己的梦想。可是你还是回来了。我后悔了，没想到人在权衡利弊之后也会后悔。你跟我说这些，是想劝我知难而退。在见到你之前，我想过各种拆散你们的办法，但是在见到你之后，看到你这么美好的女孩，我的学识和教养告诉我，人不能这么卑劣。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放弃？我不知道，我有点舍不得。他曾经在25岁那年，为了我进过局子。啊，你别误会，就是被行政拘留了半个月，没有留案底。但是因为这件事，他从法院退了出来，自己创业开了律所。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影响了他整个人生。怎么会？他和周金旭打了一架，把周金旭打进了医院。是因为你的原因？我问周金旭，他告诉我的。难怪他跟周金旭说，想不想再进一次医院？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你。其实我们并不是恋爱关系。你说什么？一言难尽。总之，也是权宜之计。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为了成全你们。既然大家都没有在一起，那么谁都能公平竞争。总之，我是不会放弃的。谢谢你，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很感激你今天的坦诚相待。行了，别肉麻了，我的要喘不过气了。这女人之间的友情来的也太快了吧！刚才还不怎么对付的，现在就好了？可能就是表面客套一下，毕竟蒋一瑶这次回来，还不是为了某个人。蒋一瑶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从来都是想去哪儿去哪儿，不会为了某个人停留。做了这么多年朋友，这点不了解？我是没你了解他，但我了解宋芝。你和宋芝认识啊？怎么个了解法？了解又怎么样？不还是留不住？啊，这个宋芝同志确实非常优秀啊，不然也不会让我们老陈这么快就陷进去了。他身上有种吸引力，让人越是靠近，越想靠近。
哎呀，早知道就不叫你们两个人来了，这恋爱的酸臭味儿啊，熏着我。甜。我让你买2个单人的，怎么买了个双人的？双人打折啊，比2个单人的便宜58块钱呢。我这不是想着给咱们律所开源节流吗？放心，发票我都开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再好也是个男人，不要轻易相信男人，你得保护好自己。怎么，怕自己把持不住？我定了闹铃，明天早上5点，等日出的时候，我们去事发地点看看能见度。知道了，5点起床的牛马。是。你不睡呢？我还不困，你先睡。狗男人，也太难钓了。起床了，时间到了。醒，宋芝。别吵，我再睡会儿。那个猫粮自己去吃。攻略目标答应陪我去瑞安山跨年了，这次我有预感我会成功，到时候放个烟花，弄点氛围，一举拿下他。只放烟花吗？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当然不，还要吃烧烤，看日出，完美。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一会儿准备去哪儿？我当然是回家呀，我们都尬聊一晚上了，你不累吗？那我送你。不是说吃烧烤看日出吗？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痛。也只有我才会信你的鬼话。
房东阿姨，你为什么要扔我行李箱啊？你来的正好，这房子我不租了，我儿子要结婚，房子我要卖了，重新买新房。你的东西都在这里，赶紧拿走吧。我为什么要走？我交了3个月房租还没住满，而且我还交了1个月押金，你1分钱不退，就想赶我走？你上次房租晚交了1周，扣掉违约金，没得退。阿姨，能把你们的合同给我看看吗？你是他对象吧？不是说阿姨要欺负你们年轻人？你看，这合同写得清清楚楚的，房租要提前1周交，晚1天扣租金的30%的实拿金。前2天出差手机坏了，晚交了钱。阿姨，我对象并未拖欠房租，合同里约定的支付时间早于租赁时间。这份合同里滞纳金的计算方式和比例都不合理，这是一份显示公平的合约。什么公平不公平哦？反正这房子我不租了，你们要是不服气就去报警，让警察来把我抓走。你这人讲不讲道理？买卖不破租赁，不知道吗？你这人讲不讲道理？买卖不破租赁，不知道吗？没事，那我们按照合同来。租赁期未满，我们继续住，回头把锁放一放。啥子意思哦？你们换手，我就报警。好，您报警，警察来了也只会说这是合约问题，让您找法院解决。您还可以同时到法院起诉，到时候官司打个1年半载。等法院通知我们败诉了，要求我们搬出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搬。阿姨，咱们各退一步，您把他多交的房租和押金给退了，我们马上搬走。你儿子要结婚了，是喜事，我们在这恭喜您，祝您家庭美满。收到了，这是押金单。走吧。喜太成了，记得请阿姨吃喜酒哦。绝对的，到时候啊，亲自提妆。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谢谢啊。我爸走了3年多了。叔叔好，我叫宋芝，是程星野的同事。我可能要在你们家借住几天，等我找到住的地方马上搬走，打扰了。我爸要是还活着，肯定会追着我骂。陈星野，你个臭小子，竟然带人小姑娘回家！我觉得叔叔在天上，要是看到你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出这么一番事业，还帮助了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一定很为你骄傲。
累一天了，我想先洗个澡。啊，房间我整理好了，我带你过去，缺什么你再跟我说。赵佑恩，你紧张什么呀？你们凭什么撤我职？周京旭，你看清楚，方舟现在是职业经理人在管理，你以为还是你们周家的家族产业吗？商场如战场，小子，失败不可怕，输不起才是。你早就知道，宋芝就是赵佑恩。知道又怎么样？程星野，你还真是个小人，兄弟的女人你都碰。你在道德绑架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跟你这个富三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还有，赵佑恩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别再说这么幼稚的话了。那他知道你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偷窥狂吗？那他知道你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偷窥狂吗？赵佑恩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你胡说什么？之前在医院，有人给了我30万。还介绍他的导师给我做法律援助，可这个导师只收过一个叫张晓的女学生做关门弟子，可她大学没毕业就意外去世，而帮我的那个人叫向南，你认识吧？就在昨天，他也死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死，难道我每个人都要认识一遍吗？周金旭，你别骗我了，赵佑恩、张晓和向南。他们不仅相像，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出现在你身边追过你。巧合？巧合罢了。他们都是同一个人，对不对？赵佑恩，他是攻略者。你知道攻略者？他就是一个怪物，死不了的怪物。他因为你死了一次又一次，这种痛苦，你也应该试试。你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喜欢你吗？他是为了攻略我，在利用你。无所谓，只要他活着，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常星爷。你和赵佑恩一样，你们都像是一条卑微的狗。他要是知道你看穿他，他肯定会躲得远远的。你威胁我？虽然我不爱他，但是只要我想要，他随时都会回到我身边。别自欺欺人了。你明明很喜欢赵佑恩，只是因为他攻略者的身份，你害怕受伤，想爱又不敢爱，只能通过折磨他，来满足自己拧巴的私欲。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自从他出现之后，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我根本就不会喜欢他，不可能。你人生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无能，不是因为赵佑恩。周金旭，我看不起你。
同样的错不会犯第二次。周金旭，你好自为之。宿主，我觉得程星野对你绝对不是普通的情感，或许你根本用不着特地去攻略他，就照目前这个进度攻略，他绝对被你拿下。他怎么可能喜欢我？他还有个白月光。蒋一瑶回国这么久，没有发现攻略目标主动接触过，要不你今晚下一剂猛药，直接告白。物业刚才通知停电检修。陈星野，你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吗？你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吗？没有。那要不要和我试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那周金旭呢？你对他的喜欢也一样吗？我喜欢他那是有些事情还是想清楚了再说，免得后悔。是我自不量力。蒋一瑶很优秀，你喜欢他不喜欢我很正常，你也不用拐弯抹角拒绝我。你在说什么？我们之间的事与他无关。那你们之间的事也与我无关。宋之，你怎么在这儿？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而让它替我到达。吵架了？如果爱懂了，承诺的代价，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他。我是不是又失败了？更换攻略对象又怎么样？我还是做不到。宿主，除了我自己，这世界上又有谁会真正的爱我呢？我完成不了我的心愿。如果爱忘了，就放它走吧。那些幸福啊，让它替我到达。等那漆黑了來，當撒被帶了大意，也得記得這裡，東東是個黑，陽光蒙飽地的能有多遠，在上 print 的雪上帶泥泞對水。
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吗？我们试试。你不喜欢江一瑶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会让你误以为我喜欢他。可是我的眼里看到的，脑子里想到的全都是你。那你刚刚像在法庭上审问被告一样审问我，我回答都喜欢，你就凶我，还警告我会后悔。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我有什么好后悔的？是你让我看见港口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不生气了好吗？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眷恋，世界都在变，唯独你傻傻的在我身边，外面太危险，我们勇敢一点，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靠近吧，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直到你低头就闻到我长发，这想法只需要你一句话，哦，别害怕，我早就准备好要给你回答。系统，攻略值怎么样了？宿主，攻略值破100才会判定攻略成功，数据一直没显示，应该还没到，你赶紧再加把火。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too fu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好好看电影。哎呀，这看了800遍。听声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少女心，喜欢看这种电影。哎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谁在约会谈宝宝恋爱？不给亲不给摸的。太快了。那什么时候算不快？婚后？陈星野，你也太保守了吧？风尘不厌，我怎么知道你喜不喜？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还没准备好。准备什么？你说的准备工作就是做体检？对啊，传染病、性病都查过了，一切正常，你可以放心了。我又没有怀疑你的意思。我知道现在社会节奏很快，恋爱也很速食，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在一起时，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我想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
是负责任的交往。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种程序正确。程星野同志，你的三观我很喜欢，我也要去做体检。既然是负责，就应该是相互的。不行，怎么不行？这些夜你到底行不行？不行，不是，没有那个。小雨伞啊，我准备了，放心。哎呀，太小了，根本用不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刚才拆的时候也没见你说小。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啊。要不想一下？明天还要出差，快点睡觉。蒋一瑶跟我说，你跟程星也住在一起了，原来是真的。我现在是宋芝，宋芝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是来羞辱我的，我洗耳恭听，说完就走了，就当我欠你的。我后悔了。其实一直以来我想的都是你。你说什么？你放弃程星宇，把攻略目标换成我，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在一起的。我以前觉得你是一个感情的骗子，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想通了。你是攻略者又如何？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程京旭，你冷静一点。我冷静，我没法冷静，我就是因为太冷静才失去你的。在遇见你之前，我度过了一段很黑暗的时光。当时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那个时候的我，因为父母离异，所以经常被霸凌。同学，你们要是再在学校里搞霸凌，我就把这些照片都发到网上去。不论生老病疾，当时你的一句话，让我难堪的高中生活喘了一口气。
我喜欢上了你。后来经过你们班的时候，都会偷偷看你一眼。在知道自己成为攻略者之后，只有一次选择攻略目标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你。但是我没想到，这个决定会让我们两个人都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但我不后悔，当时的你确实是我唯一的选择。那现在呢？现在程星野也是我唯一的选择。程星野也是我唯一的选择。攻略的目标不是只能选一次吗？为什么这次是程星野？我不知道，也许是系统可怜我，给了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的攻略目标是程星野。我喜欢他。你恨我？我从来不觉得你是一个坏人，一个会为了陌生人挺身而出的人。在他找回自己的初心之后，会重新成为那个闪耀着光芒的你。对不起，原来我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傻子。周金旭，我说过别再纠缠他。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乖，你先回去。你被方舟撤职的事，是董事会内斗的结果。涉及到的经济诉讼，我可以帮你辩护。我不需要。除了我，现在没人敢接你的案子。我不管你觉得他欠了你多少，我都替他还了。是我输了。感情里没有输赢对错，有的只是珍惜。您好，我是程星野的妈妈。阿姨好。那个程星野去出差了，不管他。是小宋吧？你们交往的事情啊，他都告诉我了。阿姨呀，就是等不及了，想来看看你。星野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他打算告白，我就劝他，人小姑娘还没高考，不要影响她学习。结果没多久，小姑娘突发疾病就没了。我后来就想，如果那天我鼓励她去告白，她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有一个遗憾在那里？去年跨年的时候，为了见喜欢的女孩，特意买了1箱的烟花，说对方喜欢这个。大晚上一个人跑去瑞安山，结果啊，连和人拍张合照的勇气都没有。没多久，那个女生也去世了，听说是跳楼自杀。那天，她失魂落魄的回来，浑身是血，浑浑噩噩的跟我说，她喜欢的人又走了。
前阵子他告诉我说终于找到他了，我就知道他又有喜欢的人了，我又高兴又害怕。回忆却没离开，还陪着我在这座孤岛上发呆。我的心碎了一半，归还于人海，和你我这一本该只借不还。月光皎洁夜晚。看什么呢？魔王。你来我们班做什么呀？我从食堂回来路过。这本书超好看的，你想看的话，我借给你。过2天我生日，你能把周间旭约出来跟我唱 K 吗？我请客，怎么样？哎呀，帮帮我嘛！好好好。唱的很难听吧？等我以后请你去 Perry 的演唱会，我们看正的。And what I was capable of. 别玩了，我们去找医生，尽快安排手术。别找了，能做早就做了，还不如好吃好喝等死呢。你怎么能认命呢？就算只有1%的可能，我们也得试试。那要1%都没有呢？你知道等死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我每天醒来有多害怕吗？你说我怎么能不认命？对不起，赵佑恩，无论你做还是不做，困难都会过去，我会陪在你身边，别怕。Heartbeats fast, 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to fall?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下一次，请你攻略我，求你。原来攻略一直没到100%，是因为攻略值爆表，卡 bug 显示不出来。程星野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攻略，攻略系统本来就是为了搜集人类情感存在的，可能受到程星野个人意志影响，攻略名单里才会多出一个名额。为了攻略正常进行，这段记忆被抹掉了。宿主，恭喜你攻略成功。程星野，你在哪里？怎么了你？谁欺负你了？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是赵佑恩的？团建那次，听到你唱歌，很少有人唱的那么难听，还都跑在一个调上。难怪那天过后你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怕我告诉了你，你的攻略目标还是周金旭，你会因此讨厌我，远离我。所以，是因为那张银行卡，你知道了我攻略者的身份。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匪夷所思，所以我查遍了所有资料，直到看到一则奇闻，是讲系统与攻略者的。攻略系统一直在收集人类的资料，所以他会找不同的宿主去攻略不同的人。
宿主每一次任务失败，就会不断的死去，再以新的身份出现在攻略者身边。很奇怪，我一点都没有怀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明明每次都是不同的你，可就是莫名的觉得熟悉。在医院那次，应该是你第3次攻略。我查到了你的身份后，就开始留意你，观察你，然后在那个街角，之后我去找到了周金旭，从他口中得到了证实。因为我打了他，在里面蹲了半个月，没想到出来以后，你第4次攻略失败，意外车祸。所以，你和周京旭在大学断交是因为我。之后每次在酒吧，你故意试探每个接近他的女人，也是因为我。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你，因为每一次你的身份都不同，每一次的面孔也会变得模糊。但我知道，有一件事不会变，就是攻略周清旭。我还以为你之前拒绝我说有喜欢的人，那个人是我。我一直在找的白月光，是我自己。傻瓜。陈星野，我想要离你更近一点。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还是你因为太沉沦联系啊？宿主，攻略已经成功，你的愿望回到高一开学那天，现在需要兑现吗？今晚我市有强暴雨天气，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雨准备。那我们该走了哦。
校等我，我去接你啊。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酒驾肇事就赔了这么点钱，医药费都不够，伤还不知道养多久。现在工作也没了，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都是我命不好，都怪我，要是我去接女儿，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哎，别想了，先把家里猫先送走吧。我伤已经好了。我知道你这一年也过得挺辛苦的，我也很累。离婚证你先收好，别让女儿看到。哎，听说你爸妈离婚了？你妈又找另一个？哎，不是，他妈也找了。这邪不合脚，换你说很正常。就是啊，可怜了这孩子。你好，我是攻略者系统，恭喜你被选为攻略者。只要参与攻略计划成功之后，就可以完成一个愿望。我想回到过去，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攻略成功。好，不管你是谁，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一天。你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你的攻略任务完成了。我的攻略愿望是回到高一开学那天。攻略成功，我要离开了。我知道了。我回去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那你要放弃吗？你努力了那么久，为的就是这一天。不要为我停留，勇敢的去追求你想追求的一切。我会在过去等你。
那我们先走了。宿主，我把程星野一起送回来了。我违反了系统守则，系统能量值已经耗尽，即将进入程序报废。系统，赵佑恩，祝你幸福。我正准备给你送伞。孩子，你的脚怎么了？这位同学是？我回来了，我来保护你，妈妈。你到底怎么了？你别吓妈妈呀！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不会再面对你了。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